3辆装有6亿残旧美元纸币的卡车被堵在马路中间，女司机通知后面的同事坐好之后，一脚油门撞开前面的小汽车，接着再秀一下倒车技术，距离后车只差0.01公分，最后成功在旁边开辟一条新路扬长而去。就这样，6亿残旧的纸币就被送到了旧钞销毁基地。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钞票，却一毛也不敢花。更让人生气的是，还要将这些钞票全部粉碎。但碎钞机因故障损坏，维修起来非常麻烦，无奈他们只能改变计划，暂时把旧钞放入金库。负责这次销毁任务的苏菲为了安全起见，直接更改了金库的密码。可刚回到办公室，又被告知他们的后备电源也出现了问题。苏菲想打电话找维修工，却发现手机没有了信号。无奈的她决定独自前往去寻找。临走时，她将密码笔记本藏到了碎钞堆里。苏菲前脚刚走，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就来到了基地门口。门口的守卫警告他们赶紧离开这里，但下一秒，这帮家伙拿出麻醉枪，有计划的将守卫全部击倒。屋里的守卫见状，马上按响警报，歹徒直接往屋里扔了一枚震爆弹，就将守卫给震飞出来。接着再上前补枪将其击倒。在熟悉的配合下，他们很快冲进了基地内部，然后在大门上安装好炸弹。基地内的守卫见状，对着门外果断输出，大门瞬间变得千疮百孔。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，内部的武装人员全部被炸飞倒地。此时的安保队长雷克突然对同事发动攻击，开枪击倒了他们。他跟歹徒里应外合，控制了整个碎钞基地。原来他就是策划这次劫案的主谋。几周前，雷克得知一场史无前例的飓风即将席卷整个小镇，届时趁着镇上的居民撤离之际，洗劫掉金库的6亿旧钞，堪称完美。不过他还是有点良心，只是用麻醉枪将同事击晕，关进小黑屋。而现在他们只要打开金库的大门，6亿美金便唾手可得。不料开门时却懵了逼，提前破译的密码居然毫无作用。得知密码被人更改，雷克顿时火冒三丈，开始逼问苏菲的下落。凯文没有办法，只能交代。与此同时，苏菲也顺利找到维修工大壮，正在返回基地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金库此时已被歹徒控制，一群全副武装的暴徒将政府的销毁旧钞基地全面控制。而外出寻找维修工的苏菲回到基地，发现门口的守卫却消失不见。他马上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，拿着手枪下车查看，突然一道激光瞄准了他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大壮驾车一个漂亮的漂移，接上苏菲快速逃跑。眼看二人就要逃出基地，黑客直接将门口的路桩升了起来，汽车瞬间撞到了路障上面，直接报废。苏菲见状赶紧开门逃跑，而大壮刚下车就被赶来的歹徒给控制。一路狂奔的苏菲很快就被逼到一处角落，双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枪战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前来寻找哥哥的小壮刚好赶到，又是一个帅气的漂移，成功救出了苏菲。小壮从苏菲的口中得知哥哥大壮被抓，便想直接开车去金库救人，但苏菲认为他们需要大壮修复电源，歹徒暂时不会伤害他。小壮想用卫星电话请求支援，可卫星天线也被破坏，二人无奈只能来到警局寻求帮助。局长并没有召集人马，反而掏出一把散弹枪瞄准他们。他威胁苏菲扔掉武器，不要乱动，然后向雷克汇报已经抓到苏菲，赶紧派车前来接应。关键时刻，苏菲纵身一跃，捡起手枪对着局长便开枪射击。小壮迅速冲了上去，将他扑倒在地。两人凭借着默契的配合，有惊无险地逃出了警局。可这个家伙并没有放弃，也开车追了上去。双方在公路上展开了激烈的枪战，速度与激情再次上演。没一会，苏菲就打光了子弹。为了摆脱追捕，小壮只能放手一搏。只见他一脚刹车踩到底，汽车瞬间停了下来，然后快速打开头顶上的开关，车底瞬间弹出6根钢钉，直接扎进了地面。后面的车速太快，来不及刹车，直接就怼了上去。黑车纹丝不动，白车连滚带爬领了盒饭。苏菲知道，对于黑客来说，破解密码只是时间问题。现在小镇所有设备都没有信号，但黑客却能正常使用。两人猜测这帮家伙肯定使用了卫星专线，于是二人决定将这里唯一的信号塔摧毁，破坏他们的网络连接。随后二人来到一座信号塔下，而此时的飓风越来越强。小壮绑着钢丝绳，冒着生命危险爬上塔顶，接着将钢丝绳固定好以后，示意苏菲收起绞盘。而苏菲看着各式各样的按钮，一顿乱按后，车上的灯全部亮了起来。负责巡逻的歹徒很快发现了二人，双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交火。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，苏菲乱枪打死一名小弟，失控的卡车直接撞上一旁的加油站，领了盒饭。苏菲快速返回车内，一脚油门准备拉倒信号塔。与此同时，劫匪这边也在加速破译密码，眼看最后一个密码就要破解，苏菲成功拉倒信号塔，切断了网络。接着二人开车扬长而去。幸存下来的局长也带着手下来到了金库，手下的阵亡让他对雷克的计划产生了怀疑。他打算干掉雷克，独吞6亿美金，但他还是低估了雷克的狠毒，直接被送去领了盒饭。接着雷克向局长的手下开出每人2000万的工资，在金钱的诱惑下，一众黑警毫不犹豫直接同意。这个男人为了救出自己的哥哥，准备了一个大胆的计划。他让苏菲主动联系上雷克，提出用哥哥大壮交换金库密码。很快黑警们押着大壮来到了约定的购物中心顶楼。
小壮对哥哥说出暗号示意大壮做好准备。当风力达到预估值时，苏菲举起信号枪打碎了头顶玻璃，内外的压力差瞬间产生巨大的吸力。大壮早有准备，趁机抓住门框躲过一劫。苏菲二人也早已在身上绑好绳索，虽然同样被吸到半空，好在没有生命危险。而措手不及的黑警全部飞到高空，含泪告别了地球。苏菲二人则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，成功来到1楼。随后二人决定制作一个汽车炸弹，和这帮家伙做个最后的了断。而阴魂不散的劫匪再次找到了这里，气氛顿时变得剑拔弩张。此时外面的飓风带来了滔天巨浪，轻轻松松就能打翻一艘巨型货轮，汹涌的洪水瞬间就将所有人全部冲飞出去。小壮抱着一棵树爬到了一辆残废的汽车上，随后被开船赶来的大壮救了下来，而苏菲却没能逃脱歹徒的魔爪，最终被抓了回去。雷克直接用同事凯文的性命威胁苏菲打开金库大门，苏菲无奈只能妥协。随着金库大门缓缓打开，雷克没有了丝毫顾忌，抬手就是一枪将凯文残忍杀害，然后用3辆重型卡车运走6亿美元。而这一切都被大壮兄弟看在眼里，并研究好拯救计划。接着二人开车一路偷偷尾随，而身后巨大的飓风正在一点一点吞噬着整个城镇。兄弟两人加速追上了最后一辆卡车，小壮纵身一跃跳上车厢，哥哥也紧跟其后跳了过来。二人爬上车顶，一左一右开始夹击，不费吹灰之力便夺下卡车。随后大壮操控卡车，让弟弟独自一人爬到第2辆卡车上面。他们必须在飓风之前营救危在旦夕的苏菲，而车里的苏菲也开始反抗，与歹徒近身肉搏。混乱中，司机被乱枪打死，而卡车也瞬间失去控制，偏离了公路，直接冲向了前方的水塔。还好小壮及时赶到，拼命的转动方向，这才避免车毁人亡。然后在小壮的帮助下，一脚将其踹下卡车，领了盒饭。接着兄弟二人采用包夹策略，把最后一辆卡车逼到后面。兄弟二人齐心协力挡住前方，然后压低车速让飓风靠近。2亿美金纸钞满天飞舞，而雷克却仰天长啸，无可奈何。此时大壮的卡车却突然爆缸，关键时刻只能跳车转移，而倒霉的黑客夫妻已无力回天，上了天堂。最终他们成功抢回了2亿美元，而3人则一脸兴奋地商量着如何瓜分这2亿美元。电影至此结束。